嘿，朋友，欢迎回来。今天咱们聊点大的，大到你几乎无法想象。我们要把地球整整46亿年的历史塞进你的一次深呼吸里。46亿年，你想想这个数字，它大到什么程度呢？如果把地球的一生压缩成普通的一年，那么恐龙统治地球的时间大约只占了12月底的几天，而人类文明的全部历史连新年钟声敲响前的最后1分钟都不到。你连同你祖祖辈辈的所有故事，在这部40多亿年的史诗里，只是最后0点几秒的镜头，但就是这不值一提的最后一瞬，却站在了无数尸骨之上。今天要给你讲的，就是一个关于绝处逢生的故事，一个用5次灭顶之灾反复洗牌，却始终没有洗掉生命火种的故事。注意，是5次，每一次都足以让整个星球回到起点，每一次生命都被按在地上摩擦，但每一次它都爬起来了，而且每一次爬起来都变得更强。你想想，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和我们中间隔着46亿年的时间深渊，但连接我们的那根线从来没有断过，哪怕只有1根头发丝那么细，它顽强地穿过了熔岩、冰河、毒气和陨石火海，一直穿到了今天你的指尖。准备好了吗？跟我来。我们把时间倒回一切开始的地方，故事的起点。一片混沌，没有天空，没有大海，没有陆地。46亿年前，太阳系还是一片巨大的缓缓旋转的星际尘埃云，真的就是字面意义上的灰尘。这些尘埃主要是上一代恒星死亡后留下的残骸。对，你没听错，你身体里的碳，你呼吸的空气里的氧，你骨骼里的钙，全都来自某颗已经死亡的古老恒星。你本来就是恒星的孩子，扯远了。我们回到太阳系，云层中间引力开始聚集物质，年轻的太阳率先点燃了自己，剩下的残渣在它周围旋转碰撞粘合，就像孩子们把散落一地的乐高积木疯狂地撞在一起，其中的一堆碎片渐渐聚成了一个球，那就是最初的地球。但它跟你今天脚踏的这颗星球完全不是一回事儿，那是一个滚烫的被熔岩覆盖的地狱，整个地表都在沸腾，天空里弥漫着致命的毒气，陨石像暴雨一样砸下来，一刻不停，温度高到轻松融化岩石，你如果站在那里1秒都撑不过去。那个时代科学家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冥古宙，字面意思就是地狱一般的时代。这个地狱就是一切生命的故乡，但地狱也在冷却。地球用一个新生的太阳系里常见的方式为自己降温，大量的陨石撞击把热量释放向太空，表面渐渐结出一层薄薄的壳，就像热牛奶表面凝出的那层奶皮。但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彻底的意外发生了，一颗和火星差不多大的天体直接撞上了地球。那场面你根本无法用现在的物理法则去想象，整个地球几乎被撞碎，撞击产生的碎片抛射到轨道上，绕了地球几圈，慢慢聚成了一颗新的卫星，那就是月亮。这次撞击把地球的轴撞歪了，歪了大约23度半，正是这个歪的角度让地球有了4季。最关键的，这次撞击把地球的早期大气层几乎全部剥离，带走了地表最外层的岩浆，地球因此重新冷却得更快。有些人说这次撞击差点毁掉地球，但你知道吗？没有月球就没有稳定的地轴，没有倾斜就没有4季，没有4季，生命的演化可能完全是另一条路。月球，那个你每天晚上抬头就能看到的月亮，可能是地球最伟大的救命恩人。冥古宙的撞击盛宴在持续了7亿年之后，终于渐渐安静下来。又过了很久很久，水蒸气开始凝结成雨，那不是一场温柔的细雨，那是倾盆而下，连续下了数百万年的大暴雨，雨水填满了地壳的凹陷，最早的海洋诞生了。这片海洋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蔚蓝色，它发烫，像煮开的热汤；它酸化，像浓稠的醋。整片海洋里
没有任何一条鱼，没有一根水草，没有任何一个肉眼可见的生物。但海面之下，在黑暗的冒着热泉的海底裂缝里，发生了整个宇宙里最不可思议的事情。有些事情发生了，我不是在故弄玄虚，科学家至今也无法100%还原那一幕，但他们相信，就在那些滚烫的海底热泉旁边，在矿物与海水激烈碰撞的地方，在永远见不到阳光的黑暗深渊，无机物奇迹般地组装成了有机物，分子开始自我复制，最早的原始生命诞生了。它们只有一种细胞那么大，没有细胞核，甚至没有真正的内部结构，它们被叫做原核生物。原核是什么？说白了，就是一个简单的袋子，外面一层薄薄的膜，里面装着一点遗传物质和一些混乱的化学物质，寒酸的可怜。但就是这一袋简陋的不能再简陋的东西，它赢了，它活下来了，它开始疯狂的自我复制。在当时的海洋里，它们就是整个世界。怎么评价这个时刻呢？这是宇宙里已知的唯一一次无生命物质跨过了那道神秘的门槛，变成了有生命的东西。这事儿只发生过一次，至少在咱们能找到的证据里只发生过一次。你想想这有多荒谬。整个地球46亿年里，生命只被创造了一次。从那一次开始，所有的生命、细菌、蘑菇、恐龙、鲸鱼，还有你，都是用同一个老祖宗的基因传承下来的，没有任何一个崭新的生命分支凭空冒出来过。所有活着的东西都是那次奇迹的直系血亲，但他们的麻烦才刚刚开始。你想想当时的地球，没有臭氧层阳光里的紫外线直接轰击海面，能杀死绝大多数生命。而海底热泉附近有其他的危险，硫化物像毒气一样弥漫，温度波动剧烈活下来的原核生物挤在狭小的缝隙里苟延残喘，他们挣扎了整整10亿年。10亿年啊，朋友们，在这段漫长的岁月里，地球表面毫无生机。今天你去野外，随处可见各种活物，但在那个时代，整个星球上的生命只存在于海洋深处那些阴暗潮湿的角落里，他们像偷偷摸摸的流亡者，不敢见光。但就在这种状态下，一个改变一切的意外出现了。有一种原核生物学会了光合作用，它利用阳光、水和二氧化碳制造自己需要的食物，顺便释放出一种废气。这种废气就是氧气，对，就是我们现在离不开的氧气。但你要知道，在那个时代的生命眼中，氧气是剧毒，是生化武器，是一氧化碳一样的存在。这不是比喻。当时的厌氧生命碰到氧气，细胞结构会被破坏，会出现毁灭性的氧化损伤，就像铁在潮湿空气里生锈，就像苹果切开之后慢慢变黄。所以当这些制造氧气的家伙开始大规模繁殖时，一场看不见的屠杀开始了。整个海洋变成了凶案现场，凶手不是陨石，凶手是氧气蓝细菌，就是这群会光合作用的小东西，在海洋里疯狂扩张了几亿年。它们吐出的氧气先是溶解在海里，把海水里的铁离子氧化成铁锈，一层一层沉到海底。今天世界上主要的铁矿床都是那群小家伙干的活，那些一层一层漩涡状的铁矿条纹，就是远古时代蓝细菌一呼一吸留下的日志。当海洋里的铁被氧化的差不多了，氧气开始逃逸进大气层，于是一场对古老厌氧生命的世界末日降临了。绝大部分原核生物在他们自己生存了20亿年的家园里，被他们自己的亲戚制造出来的毒气杀死了。这次事件在教科书上叫大氧化事件，它是地球历史上第一次大气污染，也是最严重的一次，因为污染源是生命自己，充满讽刺。地球生命史上最伟大的发明，直接毁灭了当时地球上绝大多数的生物。这就是我一开始跟你说的，这个故事的规律从来不是温情脉脉，是为了活下来，你必须付出惨烈的代价。
氧气是生命制造的最锋利的一把剑，它砍掉了旧世界的根基，才为新世界腾出了空间。看看，这就是地球的处事风格。你永远猜不到下一次灾难会以什么形式到来。在大氧化事件之后，幸存下来的生命开始学会利用氧气，有些原核生物甚至反过来开始享受氧气带来的好处。它们发展出更复杂的代谢方式，但更关键的突破发生在一次吞噬之中。一些古细菌吞噬了另一些细菌，但奇怪的是，它没有把猎物消化掉，它把猎物养在了自己的体内。这个被收养的细菌后来成了你细胞里的线粒体。你今天能思考、能跑、能感受心跳，全靠这些曾经的俘虏在为你提供能量。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内共生学说，残酷但极其成功。你看，生命就是这样互相吞噬、互相融合、互相利用。有了线粒体这个能量工厂，细胞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基因越来越多，于是真核生物出现了。它们有了真正的细胞核，有了精细的内部器官，生命这辆车终于换上了一台强大的发动机。真核生物的能量利用效率比原来的原核生物高出好几个数量级。就好比你原来只有一辆自行车，现在直接换上了火箭发动机。有了能量，生命开始走上扩张之路。最早的单细胞生物学会抱团，一开始只是一堆细胞凑在一起，各干各的。渐渐的，细胞之间开始分工，有的负责动，有的负责吃，有的负责防御。多细胞生物登上了历史舞台。到了大约5亿多年前的寒武纪，一场让所有人瞠目结舌的爆发上演了。地质学家把它叫寒武纪大爆发。现在想象一下，你站在那片古老的浅海里，这里彻底疯了，四面八方都是奇形怪状的生物。三叶虫在泥沙里钻来钻去，奇虾挥舞着巨大的钳子，像一台活体杀戮机器。怪诞虫背上的骨刺直直地竖着，像一个被扎满签子的烤串儿。更别说那些叫不出名字的软体动物了。寒武纪的地球就像一个灵感爆棚的艺术家，在一次展览里把所有构思全导了出来。今天地球上绝大多数动物的基本身体规划就这么草率的、突然的、毫无征兆的出现了。然后砰，黑暗中伸出一只手按下了暂停键。从寒武纪往后，生命的故事变成了一场不断的求生游戏。几乎每隔几千万年，地球就会来一次大清洗。我们要聊的是整个故事里最恐怖的5个夜晚。请注意，接下来的内容可能会让你觉得窒息。第一个夜晚降临在约4亿4千万年前，奥陶纪末，那时地球上还没有陆地生物，海洋里全是无脊椎动物的天下，珊瑚礁绵延不绝。鹦鹉螺拖着巨大的壳，是海洋里的顶级掠食者。它们像一台台贴着海底巡逻的坦克，捕食一切比自己小的生物。那个年代，海洋热闹得像一个疯狂的大集市。然后，地球突然掉进了冰库，一场大规模的冰川期席卷全球。你想想，如果大海都被冻结，那是什么概念？海平面急剧下降，原本温暖的浅海变成了一片片干涸的盐滩，珊瑚礁裸露出来，在阳光下干枯碎裂，栖息地成片消失，物种灭绝的速度快得出奇。生物学家后来估算，那时候地球上大约85%左右的物种永远消失了。海洋安静了下来，曾经喧嚣的珊瑚礁只剩下一片苍白的骨渣。这就是第一次大灭绝。它的凶手不是火山，不是陨石，而是寒冷。一场持续了几百万年的严寒，但生命没有放弃。活下来的物种又花了上千万年重新繁盛起来。鱼类开始称霸海洋，有些鱼开始往岸上爬。泥盆纪被叫做鱼类时代，鳍慢慢变成了腿，鳃慢慢演化出原始的肺。第一批登陆的脊椎动物跌跌撞撞地爬上海岸，它们总算离开了海洋。你想想那个场面，一条鱼趴在泥滩上，用胸鳍撑起身体，
大口呼吸着陌生的空气，眼前是无边无际的陆地，没有任何动物的脚印。这是何等勇敢的一跃！就像一个游泳运动员游了半辈子，突然决定上岸跑步。但他们上岸的这个举动，其实也是一场赌博。陆地上干燥炎热，没有水来支撑身体，稍有不慎就会脱水而死。而且他们不知道，第二次大清洗已经悄悄埋伏在身后。泥盆纪末约3亿6千万年前，海洋经历了严重的缺氧事件，大量藻类疯狂生长，然后死亡腐烂。分解它们需要消耗海水的氧气，整个海洋变得又酸又臭。鱼类遭遇了灭顶之灾，泥盆纪那批野心勃勃的登陆先锋也几乎全军覆没，只有少数躲进沼泽和淡水里的鱼侥幸存活。这一次，大约70%到75%的物种又一次从地球上消失了。但故事还没完，接下来才是真正的噩梦。二叠纪末约2亿5200万年前，西伯利亚的地下涌出了前所未有的岩浆。那不是一次普通的火山喷发，那是整个西伯利亚被地下超大型岩浆柱撕裂，岩浆覆盖了相当于整个澳大利亚的面积，几百万吨的熔岩一层一层摊开，冷却之后形成了今天你还能看到的西伯利亚暗色岩。这还不是最致命的，真正的凶手是岩浆在烘烤地下的煤和碳酸盐岩时释放出的气体，二氧化碳急剧增加，全球温度飙升。海洋酸化的速度远远超过生物适应的能力。更糟的是，海底藏着的甲烷冰在高温下被大量释放。甲烷是一种极其强效的温室气体，它让炎热变得更加炎热。大海在极度缺氧和酸化的双重打击下，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死水潭。硫化氢气体从海里冒出来，毒化大气。这场灾难的烈度让人头皮发麻。95%以上的海洋物种消失了，70%以上的陆地脊椎动物消失了，连昆虫都遭受了重创。这是地球生命史上最黑暗的一页。科学家叫它大灭绝之王，也叫二叠纪末大灭绝。整个地球几乎变成了一座空旷的坟墓。你想象一下，你如果站在二叠纪末的海边，你看到的是一望无际的发着绿色的死水，空气中弥漫着臭鸡蛋的味道，没有鸟叫，没有虫鸣，海浪拍打海岸的声音是这颗星球上唯一的声音。然而即使在这样极端的环境中，依然有生命偷渡末班车。一些躲在沉积物深处的软体动物，一些耐旱的爬行动物，一些在洞穴里冬眠的祖先，他们撑过了这场浩劫，为之后的所有生命保留了火种。生命这种顽强的韧性简直到了不讲道理的地步。灾难过后又过了几百万年，世界慢慢恢复，幸存者开始填补空白的生态位，爬行动物成了主角，其中一只演化出了我们熟悉的名字——恐龙。恐龙迅速统治了陆地和天空，它们身形巨大，种类繁多。从三叠纪到侏罗纪到白垩纪，恐龙统治地球长达1亿6千万年，比人类存在的时间长得多得多。1亿6千万年，你想想看，那是多久？人类的直系祖先如果算到智人，也就30万年左右。恐龙统治的时间相当于500个智人史。但是，所有伟大帝国都有自己的克星。第4次的清洗在约2亿年前到来，三叠纪末大灭绝，又是一次火山活动的杰作。大西洋中部的岩浆柱把大陆撕开了一道巨缝，二氧化碳和酸性气体铺天铺地，许多早期鳄类、两栖动物和原始恐龙遭殃了。但讽刺的是，这次灾难反而帮了恐龙家族一个忙，他们原本的主要竞争对手被灾难清除了，恐龙获得了近乎垄断的统治地位。你看，生命就是这样，一次物种的末日，往往就是另一次物种的盛大登场。时间继续往前走，白垩纪恐龙的时代达到了巅峰，霸王龙在北美大陆横行，
三角龙在草原上成群结队，翼龙遮蔽了天空，苍龙统治着海洋。你站在那个时代，就像站在一个巨大的奇幻乐园中央，到处都是你叫不出名字的巨兽。但一颗小行星正在宇宙中朝着这个乐园直直地飞过来。6600万年前，一个直径大约10公里的小行星撞上了今天的墨西哥尤卡坦半岛，撞击的威力相当于几十亿颗原子弹同时爆炸，撞击点瞬间腾起一个巨大的火球，冲击波摧毁了周围上千公里的森林。紧接着，撞击溅起的碎屑被抛射到大气层顶端，这些碎屑在高空弥散开来，遮天蔽日，阳光被挡住了，全球气温断崖式下跌，整个地球陷入漫长的核冬天。植物因为照不到阳光而大面积枯萎，食物链从根部开始断裂，食草动物饿死，食肉动物跟着饿死。体型越大的动物需要的食物越多，最先灭亡。于是曾经统治地球1亿多年的恐龙家族在短短几百年间轰然倒塌，只有少数体型较小、不需要太多食物的恐龙苗裔幸存了下来，它们后来演化成了今天的鸟类。这就是第5次大灭绝，白垩纪末大灭绝，也就是你熟悉的恐龙灭绝事件。但你别忘了，故事还有另一条线。在那场末日的阴影里，有一些不起眼的小动物活了下来，它们体型很小，长得有点像今天的老鼠和 goat。它们白天躲在地洞里，它们不敢在恐龙面前露面，它们只在夜里偷偷摸摸地出来觅食，它们就是哺乳动物。恐龙统治地球的1亿多年里，哺乳动物一直活在阴影里，它们卑微弱小，战战兢兢。但正因为小，正因为躲在洞里，它们反倒躲过了那颗陨石带来的饥荒。然后，当恐龙消失之后，这些在黑暗里蛰伏了1亿多年的小东西，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时代。它们分化出大象、鲸鱼、老虎、兔子，它们填满了恐龙留下的每一个生态位。最终，其中一只灵长类动物学会了直立行走，学会了制造工具，学会了用语言传递知识。这就是我们智人，你和我共同的祖先，从那时起才正式开始书写自己的篇章。你可能要问，为什么这部戏的主角非得是这些曾经躲在洞里瑟瑟发抖的哺乳动物？为什么不是恐龙？为什么不是鳄鱼？因为灾难是一次筛选，它不奖励最强壮的，它奖励最能熬的。恐龙熬不过那颗陨石，但哺乳动物熬过了，这就是地球上最残酷也最公平的法则。活到最后的人才配书写历史。现在我们把镜头拉回，你坐在屏幕前，你看完了一段跨越46亿年的旅程，你身体里每一个细胞每一秒钟都在发生惊天动地的生化反应，你每一口呼吸进来的氧气追根溯源来自那些古老的蓝细菌，你细胞里那些线粒体是20亿年前被收养的细菌的后代，你骨骼里的钙，你血液里的铁，你 DNA 链条上那30亿个碱基对每一个字母都经过了无数次生死考验。你的 DNA 是一份46亿年的遗产，它曾经在冥古宙的熔岩里熬过夜，它曾经在大氧化事件的毒气里逃过命，它曾经在奥陶纪的冰川里冻得发抖，它曾经在泥盆纪的黑海里窒息过，它曾经在二叠纪的火山灰里差点断档，它曾经在白垩纪的陨石火光中侥幸脱身。你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是完美幸存者的后代，你的存在本身就是一台奇迹机器。你不是一个人活到今天这个时刻的，你身上带着35亿年无间断的奋斗史，你的每一次呼吸都是远古蓝细菌的馈赠，你的每一次眨眼都是无数陨石撞击后幸存结果的延续，你心脏的每一次跳动都踩着生命演化40亿年的节拍。你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那些失败者比你强大得多，那些恐龙比你庞大得多，那些巨石比你坚硬得多，但最终站在这里的是你，那就不要辜负这场奇迹。你现在的每一个选择，每一次好奇，每一次仰望星空，
都是这条漫长线索的延伸。如果生命在那么多次近乎毁灭的灾难中都没有低头，你还有什么理由因为今天的一点小挫折而放弃？你站在这里，你活着，你本身就是对46亿年的答复，你就是那个绝处逢生的故事。在今天的续集，你想想看，宇宙中到底有多少颗行星？光是银河系里就有上千亿颗恒星，几乎每颗恒星都有行星。但到目前为止，人类只在一个地方找到了生命，就是这里，就是我们脚下这颗蓝色的星球，这颗曾经在地狱里燃烧的星球，这颗曾经被冰封的星球，这颗曾经被毒气笼罩的星球，这颗曾经被陨石砸中的星球。这颗星球把所有的苦难都扛了下来，然后把生命养大，而你们就是它养出来的孩子。你所在的这个物种，你的身体，你的意识，是这颗星球46亿年来的最高成就，没有之一。好了，今天的冒险故事就讲到这里。如果你喜欢这种硬核科普，记得给我点个赞，一个赞就是一次生命火种的传递。也欢迎你把这条视频分享给那个还在自我怀疑的朋友，告诉他你也是幸存者的后代。他身上的每一粒细胞都是穿越4次5次大灭绝的神器。想看下一期的话，记得关注。下一期我们聊聊人类离开非洲之后是怎么在几万年的时间里走遍了整个地球的那些最早的人类祖先。踏上未知大陆的那一刻，他们到底看到了什么？我是你们的硬核科普博主，我们下期见。